奴隶主义统一中国。为什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全部的一切，皇帝通吃？凭什么皇帝可以拥有3000佳丽？后赵皇帝石虎甚至破了皇帝拥有女人的记录，掳10万女人冲入后宫。为什么皇帝可以凭一己之力对抗全世界？使人民变成奴隶供他使用，古代人活活饿死也不敢反抗。中国人基本上思想上、文化里很难脱离封建王朝的本质。现在中国也血液里还留着帝王之术的印记。也许中国不是真实的共产主义，也不是三民主义，而是进化版的新型封建王朝奴隶主义。为何如此？所以我今天冒着生命危险，今天就来说说帝王之术，揭开帝王之术神秘的面纱。在封建时代，帝王之术的书是禁止民间收藏的，一旦发现，就是砍头诛9族的大罪。只有在进入翰林院，你才可能看到珍藏在皇宫图书馆里面的帝王之术的书籍。恭喜你没有被杀头，还不用考上翰林院就能看了。帝王术的力量来源弱化一切对手，是帝王能用帝王术玩转天下与掌心的原因。为何皇帝叫做孤家寡人校正？因为他只有一个人。想统治全世界，就必须把所有人当敌人，要对抗他们，征服他们，统治他们。所以要弱化一切敌人力量，才能统治驾驭一切。饶子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也是出自《道德经》上的智慧，弱与反。帝王术证明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居然是弱，且说明了弱的力量，弱真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可以让天下臣服啊！弱是一个强大的运用，例如黑帮想控制操纵一个人，变成奴隶，或是逼女孩子去卖身，就给她吃毒品，直到他上瘾变成奴隶，他完全无法抵抗你的命令。当然，弱的第二步是进行洗脑与心理操纵，这会在第2集分享。所以想想中国人变成一盘散沙及东亚病夫，都是来自统治者对人民从小奴化洗脑教育，弱民方便统治，包括现在还在用假民主包装帝王术。帝王术的力量根源弱。易经乾卦用9件群龙无首级。为什么见群龙无首级呢？一群龙没有领头的，比喻组织群龙无首，无法统一行动。很熟的一句话，中国人一盘散沙就是如此，人人各行其事，互相攻击制衡，弱化我方，可中央集权。所谓95之尊，就是指皇帝之位于上9者，是帝王之术。所以帝王可以以弱击强，中央集权，驾驭统治天下。现在提到群龙无首，此乃帝王术的核心思想之一。不但要让他们弱化无首，还要煽风点火，让他们互相斗争，为我所用。例如2只老虎互相争斗，平分秋色，但你拿刀观望，2只老虎都会怕你，一则是因为怕你帮对方，自己会被杀掉，所以对你恐惧，臣服于你。另一个原因，斗争中要你帮助杀掉对手，只要你帮谁，另外一个就要死，因而双方都会拉拢你，所以他们斗得越凶，你的地位越高，他们越容易被你控制。在一切皆敌人的状况下，帝王者当仲裁者，站在制高点，弱天下，对自身乃是大吉。帝王术的力量根源是通过适应零信任，战胜其他不能适应零信任的人，建立在极端的性恶论的基础上，把所有人看成潜在敌人。人间即地狱，所有人皆是敌人，所以就是不相信任何人，不忠于任何人。所以在最残酷的生存模式下，只信奉他人即地狱，必须掌握绝对的权力、武力、兵力、财力才能活着。好像阿修罗一样，斗争不停，斗争而活，选择生存计划，实施生存行为，完成生存价值观建设，这是最原始的生存斗争能力，确保了最大的生存机会。什么是帝王术？用公式表述是：帝王术等于零信任模型加人斗人加仲裁者。读作：1. 完全适应零信任模型；2. 促成他人的人斗人；3.
成为人斗人里的仲裁者。帝王术的力量根源，利用人与人之组织与组织之间互相斗争，削弱一切力量为我所用，战胜奴役所有的人，建立在极端的性恶论的基础上。帝王对抗与联盟过程，主宰这些行动的帝王想压制老大，往往事先威胁利诱、挑拨老二与老三攻击老大，然后再当个正义的仲裁者平衡局面。帝王术两个具体的事情，一是削弱威胁统治的力量，二是拿住评判胜负的考核权，成为仲裁者，取得生杀大权，制服所有反对力量。为了获取绝对的权力下，君主必须独掌用人大权、生杀大权，进而使各个阶层互斗形成平衡。帝王术的战术是时刻保持警惕，精明地计算各方势力，进而操纵各方力量，时刻努力提高生存优势，通过利用外部力量的互斗取得权力制高点。时刻警醒自己，他人即地狱，随时要有调度能力，进而压制对方，削弱反对者的优势，控制局面，提升自我战斗力，有效毁灭他人的力量，提升做局能力，有效欺骗他人的能力，帮他人制造假想敌和仇恨，帮他人制造互相消耗的机会，促成他人的斗争，有效消耗他人的资源，高压怀柔，先打断他的腿，再给他一副拐杖，然后告诉他，没有我，你连路都走不了。你要懂感恩，多么可怕的仁慈！人性本恶论中的慈悲乃是霹雳手段，菩萨心肠。所有的感恩都来自极度的残忍。皇帝往往要一个人感恩，会先判死罪，然后下诏书赦免对方，才会感激皇上的不杀之恩。所以帝王对人性黑暗比我们一般人有深刻的了解。普通人有人情味，需要信任、关怀、忠诚、爱和被爱、快乐、幸福。但帝王术确实也需要利用仁义道德，确保了在与人竞争的环境中保持更彻底的生存力。帝王会用大义灭亲做口号，杀得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儿等等，只是为了让权力平衡与重新分配。古代历史多少皇帝杀儿子，多少亲人互残，从来大义灭亲，没有一个为了百姓的利益，基本上都是为了捍卫自己权利所做的努力，其实背后都是争权夺利的算计。英明神武的李世民设计在玄武门杀死了自己的长兄皇太子李建成和三弟齐王李元吉，并杀死自己的侄子侄女，并霸占了他们的老婆。整个事件所牵连的人命高达数百人，李元吉军遭灭门，老婆被罢，连6岁的侄儿也不放过。深知权力既是一切的他，始终了解社会的暗黑法则，胜利者即正义。历史上只知道他是英明神武的君王，从来不会批评李世民做儿子，他是不孝子孙；作为兄弟，他是万恶不赦，杀害兄弟亲人的罪人。历史上只要是帝王，几乎没有不为权力杀人的，不管自己亲人与外人。绝对的权力往往带来人性绝对的恶，因为权力上瘾者有时比毒瘾力量还大。帝王弱化群体，打散群体，所以古代封建社会本质上其实是一种赤裸裸的丛林型社会。若想活得更好，就必须要在这个社会的丛林中服从弱肉强食法则，彼此自相残杀，因为它不仅可以消耗群体的能量，而且还能打散群体，使群体变成一盘散沙，无法团结起来共同反抗统治者的压榨。根本没有真正的公平与公正，所有人在统治者面前都是蝼蚁，而人们若想活得更好，就只能依附臣服在皇权之下，当狗奴才，利用帝王赋予的权力狐假虎威去剥削霸凌更弱小的人。而这种内卷对统治者无疑是最有利的，因为它不仅可以消耗群体的能量，而且还能打散群体，使群体变成一盘散沙，无法团结起来共同反抗统治者的压榨。人吃人，以及人跟团体阶层间的互斗，让彼此弱化帝王能实现天下为弱的思想，以及唯我独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现实。
所以弱者道之用就是帝王术的精髓奥义。本集从弱化方面解析帝王术让人社会完全弱化的原因。帝王诛心术洗脑与心理操纵让中国人变得懦弱无能，方便统治的方法。下一集是帝王的杀人诛心术，也是所谓的黑暗智慧。谢谢收看。